我觉得这很明显的就是一场权力跟人事的斗争哦。其实是只要是人在一起哈，就会拉帮结派，这是免不了的。为什么会认为说是有可能是人事的斗争在里面？因为是依据这个第31集团军的一个爆料，那张又侠当然剩下，如果说是这2个他的政敌被弄掉以后，他就独揽军中的大权嘛，又是副主委的身份，所以他权力过大来讲，就可能会对军委主席，也就是习近平，造成负责任制度的一个破坏。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来关心到的是，现在习近平在震撼军权吗？今天特别来关心到的是，在张又侠跟刘振立落马之后，现在大家在讨论的事情是否有践踏军委主席这个负责制的这个制度曝光哦。那么传现在军中恐怕爆出辞职潮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一起的来做关心。在爆发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看到德国之声是马上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张又侠跟刘振立落马之后，解放军报这个1月25号的社论特别讲到了说，这2位现在正在接受审查调查，算是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反腐行动的再一次的胜利。不过呢，今天特别来看到的是他的文章第2段，德国之声的文章第2段也特别写到了5个严重，帮观众朋友稍微念一下。这当中包括写到，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军委信任的一个重托，还有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甚至是严重助长影响党对于军队的绝对领导等等。今天特别做关注的原因是因为他这当中特别提到的是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的负责制哦。我们先来看到为什么解放军报这时候对这2位所提出的5个严重。那么刚刚特别提到的严重违背的主席军委制度，这个又有什么样子的影响？赖老师怎么看？是这样子哈，因为我觉得张又侠他本身一直受到习近平很高度的信任，充分的信任啊。这个也可能跟他们的成长环境有关因为他的父子辈，他们基本上在过去是同事，都是在陕西我们也看到这个习近平的父亲原来在陕西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后来红军当时2万5千里这个我们这边叫做他们逃亡，大陆叫做长征的这样的一个2万5千里的运动中，到了陕西落脚的时候，本来习近平的父亲他基本上是可以有比较大的影响力，但是呢，他们非常遵守党中央的这个，也就是党对军队的领导，所以他马上把这个整个权力交出来，也就是由当时以周恩来、毛泽东等为中央的这样的一个指挥领导，所以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这个是后来所有的共产党那边在党的军队里面跟党的制度中，对于习仲勋就是习近平父亲的评价一直非常高，因为他的父亲一直非常严守这个党的伦理、党的行政的纪律。张又侠的父亲在当时也当过相当高的职位，那么到这个1949年吧，还是一个上将而且当过副总参谋长，就是地位都非常高，也当过总装部的部长，也是陕西人，在这个地方也曾经战功也是很显赫，所以我个人觉得他们一般估计他们很有可能都在大院里面长大，那因为这个习近平的父亲最后是当到副总理嘛，地位是比较高的。然后他的张又侠的父亲的地位是比较低一点的副总长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可是我觉得他们一块长大的情形下的时候到后来他们又开始习近平开始回到中央，因为本来一直在地方当大员嘛在福建这个地方工作了很长的时间，那开始回到中央去工作的时候，张又侠一直非常受到习近平的重用。那一般来说，习近平对他是很信任。因为是红2代，红军的第2代那也一直很信任，所以很多的权力事实上是由他来去处理军队的事。张又侠其实在军队里面是有贡献的，所以你看到他们讲的毛泽东时代的几个案例中，就是不能够因为你有功劳而去破坏了哪一些制度，或者有涉及的贪污腐败，那功过之间不能够相抵的有这样的一个讲了很多案例，我觉得这个都是有指涉性的一个讯号。我个人认为说，第1条跟第2条它会列出来，主要的就是
习近平对张月霞这么的信任，那张月霞就应该要完全的忠诚的执行这个习近平的一个指示，甚至要对习近平负完全的责任。可是我们看到后来这么多的人事的弊案，很多人都是跟张月霞有关的，也可能是张月霞推荐的，或是提名的，然后最后由习近平拍板定案，那都是信任嘛。我就说他信任张月霞，接着就委托给他来去，结果怎么会一个一个弊案都出来？最后涉及到的是系统性的贪渎案，那这个就已经违背了习近平对他的一个信任了。我觉得这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会提到您刚刚讲的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我的推断了哈。就是有很多的决策或者有很多的公文应该要送到军委主席来批的，那很有可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习近平对于张月霞的信任，很有可能很多公文或者很多的决策，那张月霞就说我负责到我这里就可以了，没有往上送。我的推断了，这个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对没有任何根据。那合理的推断就是说，有很多的决策应该是要送到主席，但是却变成是在副主席就代行就决行了。这个在我们台湾的军方也发生，其实在过去的国民党也曾经发生也就是说，常常在军方里面代为决行的这种情况是常常出现。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例如说本来这个文应该要送到国防部部长，但是这个总长比较强势，他很有可能就是说我说了算，我负责。对。那就公文就不送到部长。我过去在部长那边在国防部工作过，也工作过一段时间，也帮部长他们草拟一些文案法案，所以我很清楚知道这个在有些地方你碰到比较强势的一个干部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就是说我说了算了，我定了，就没有往上送。那底下的人不敢讲话，那主席或是这个大老板不知道，因为公文没有到他那边来嘛。或者很多的觉醒没有到他这边来，下面人就把他挡掉了。这个在我们台湾的军队里面也过去也曾经常常发生过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个部分很有可能在解放军也发生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第二条，就严重的践踏破坏主席军委主席负责制，也就是应该由主席来做决断的，很有可能副主席就代行决行了。那这个就破坏了主席负责制了。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回张幼霞落马的原因很多，当中包括违背了领导、违背了主席那还涉及到说各种的，或许有涉及到的贪腐案。那另外就是说他落马之后，接下来的位置会由谁来递补上？等一下我们请委员来带我们看，习近平会不会拔擢一些比较新的军系人马呢？等一下一起来看。我们先来看到是，如果是依照台湾的这个国防安全研究所的分析，依照中国的国防法的话，一般来说惩处这一些涉案的高阶将领是由中央军委的职权来做的事情。尤其回顾一下，当年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10月的时候，何卫东落马。那时候的官宣是写的是党中央还有中央军委来做决定开除他的军籍，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张幼霞跟刘立东落马，却官宣只说是党中央，并没有提到中央军委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等一下请教委员为什么没有提到中央军委，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接下来会有谁来递补上呢？这个位置，中央军委现在这个圆满编是7个人，那4中全会之后只剩下3个人，当中包括了习近平、还有张幼霞、还有副主席张升明跟刘立东等人。那么现在军方将领出身的中央军委，唯一现在看得到的只有张升明，委员怎么看？一定会递补中央军委，因为这个中央军委的体制在共产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上啦，是一个体制性的机制，所以人员会有出缺，但是体制会存在，所以中央军委应该还会再找新的人来递补这个不用去特别担心他找不到人，他可能再想一想看谁比较适合，赖于谦还是李正杰在挑的当中谢谢你这个幽默一下。目前为什么没有用中央军委的名义？因为人数不够，所以就没有办法用中央军委开会来决定。因为如果中央军委决定，就是中央军委的人数开会决定。那现在人数不够嘛，所以不可能中央军委来决定，就党中央来决定。因为对于这个共产党的体制来讲，党中央的位阶是在中央军委之上
而且他们自从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之后，一直都践行一个制度，只准党指挥枪，不准枪指挥党。就党大于枪啊，军队只能听党的命令。党对军队有绝对的领导就是不许异议。这个很类似欧美国家所主张的一种概念，就是文人领军只准文人指挥军人，不准军人指挥文人大概就是同样的概念同样的概念那这是一个现代化社会的一个运作方式，因为现代化的战争动员的举国的力量有时候不是军人所平常接触的范围嘛而且很多战略安全的考虑现在那些军事安全专家非常的多所以才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转型。但共产党转型就是他想要变成一个政治的军队，一个革命的军队，所以他不可能用传统的那种什么冯玉祥这个孙传芳运作的方式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会提拔新的军系人马，而且他可能要回避到旧的团体，因为解放军长期以来就一直有几个问题习近平是想要打破它。第一个问题就是大院子弟。什么大院子弟？刚才赖教授有提到就是我们大家同一个这个干部院子里面长大的小孩，然后别人再怎么努力都升不上去，可是你只要是我的谁，下个条子就一直升上去。所以解放军的升迁制度很明显的被这个大院制度所破坏。第二个就是从解放军习近平上来以后，才发现原来在江泽民跟胡锦涛时代，解放军的贪污这么厉害吓死人所以习近平觉得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会亡党亡国。所以他就动手来整顿，那整顿到现在这么庞大体系，已经整顿10几年了这个还没有办法有好的结果，其实我也蛮讶异的现在张幼霞跟刘振立从他的里面所谓5个严重，我的感觉跟判断分析是认为说有2个问题，第一个是抗命，抗命有严重的抗命，不是普通的抗命。到底什么抗命现在并不知道那第二个呢，就是他有在军队里面搞自己的派系，所以才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就自己人拉拔，不是自己人就不准拉拔没有军队里面要讲功绩制谁有多少成绩、多少成就，然后多少这个记功嘉奖，以这个来作为升迁标准。那可能解放军很多这样被破坏掉了，而这个是违背习近平的一个主张。习近平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在党内你注意看他党内的政治局委员，他的政治局常委已经没有沾亲带故了，已经没有红二代了。这很不容易你要知道对吧？因为有时候红二代就我爸爸是一条龙，我就是一只虎所以什么职务都要对习近平来讲，他是觉得共产党要往更现代化去走的话，这种情形就不存在所以你看政治局委员里面就找不到有沾亲带，而且没有红二代，有了一个就是习近平，其他没有了。所以习近平这个改革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军队里面其实这种沾亲带故在解放军里面更严重国民党的军队以前也是现在经过他们军官学校训练了以后，像到赖教授这个厉将军，他们这个时代已经很少了已经很少。我觉得这是个进步了那你说把这么大的官给开革会不会很严重？当然是很严重。可是美国才发生那个川普一上来就把那个联席会议主席给开革了，米勒是不是？对，就把他开革，还要把他移送法办，我觉得实在是很搞笑所以各国都会有类似的情形。但是习近平只要有心改革，解放军就是一个能战的军队。否则解放军如果他的军中的职务是靠人事关系、靠这个贿赂而来的，如果真的要他打仗，他怎么会打仗？是他保本，他干嘛跟你打仗会有类似这种情形。那我认为他没有所谓的削弱军方权力，因为本来这个解放军的制度就是要调动一个连都要军委会主席手令才能够调动那这个弱化军队的权力不会啦，因为党指挥枪，权力在党，不是在军队，所以他们每一个军队里面都有一个指挥员
然后再加上一个政委啊，那政委其实也是军人，不过政委直接听党的啊，那任何命令都要2个人签字才能够执行。这套制度自从在那个苏联共产党开始实施啊，一直到中国共产党，这个是一个很成功的，确保军队是一个政治的军队，也确保军队听党不会变成各自山头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制啊哈。那所以我是觉得没有所谓弱化军队，也没有所谓习近平想要大权独揽啊，他也没那么多时间了啊，所以还是要把这个制度运作起来。那可能张又侠真的出了很大的状况，要不然不会立案审查调查。对，但是绝对没有像那个《华尔街日报》所讲的什么泄露核子机密，那根本乱讲一通。为什么泄露核子机密不是立案审查调查？直接投到监狱里面去了。是好，所以看到习近平针对这一次解放军的内部做了一个大改革，那让这个张又侠现在看起来刘正立都落马。那可是现在也有传闻说，是不是接下来中国大陆的兵变会再起来呢？等一下请厉将军来带我们看哦。那现在有关于这一种流言，其实有2个不同的这个看法。有一个看法是说，包括你看到东西战区都已经转发消息啦，但是我们看到北部、南部、中部战区还有火箭官方账号是没有声音的。还有一个说法，是不是军中内部已经爆发了所谓的辞职潮呢？尤其是因为张又侠在军中的威望非常的高哦，那落马震惊了军队，引发了这个团处级以上的军方的这些军官非常的恐慌，所以引发了离职潮。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将军在军中多年，你怎么看？我觉得这很明显的就是一场权力跟人事的斗争哦，可能性是很高的。其实只要是人在一起哈，就会拉帮结派，这是免不了的。甚至于说是我们在外面政治圈上面也看到是如此嘛。谁是谁的人马，谁是谁的子弟兵哈等等，我们在台湾的政坛上面经常看到这种报道。然后我跟各位报告，因为是军人来讲更是如此，因为军队是要集体在一起打仗的，所以上下要求的是一心哈。我们讲说军人要有3信心，是哪3信心呢？第一个，你要信仰你的长官；第二个，你要信任你的部属；第三个，你要具备自己对自己达成任务的自信。这是3信心。所以一开始我们到军中就要求你要信仰长官，你也要信任部属。那所以说我们在军中经常听到什么马家军啊、张家军啊，等等，是包括我们台湾在内，我们台湾到现在也会经常说是，你是哪个师出身的，他是哪个师出身的，就以前的部队。那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话，谁是谁的老板哈，你的老板是谁？你的老板这个上去了，你就有机会飞黄腾达。我想这是人性哈。那这次来讲，特别这个让我们感到，我认为为什么会认为说是有可能是人事的斗争在里面，因为是依据这个第31集团军的一个爆料。为什么特别强调31集团军？31集团军是谁的这种班底出身的呢？就是苗华跟何卫东哈，这2个已经被拔掉了。那这个爆料的这个人是不是这个对他的老板打抱不平，说你把我老板弄掉了，我现在就爆你的料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在里面？大家要知道，当初这个苗华跟这个何卫东事实上是比较这个，等于讲起来是习近平比较亲信的人马，那可能是有一些把柄这个落在这个张又侠的手上。听说是他们收贿谁呢？收贿这个李尚福所以让李尚福提名他去当国防部长，所以因此这个把柄落到张又侠的手上，那张又侠就告御状。跟习近平告御状习近平不得已就挥泪斩马谡把他们2个弄。那在这种状况之下，那张又侠当然剩下，如果说是这2个他的政敌被弄掉以后，军中的其实也算政敌了军敌好了，对，被弄掉以后，他就独揽军中的大权嘛，又是副主委的身份，所以他权力过大来讲，就可能会对军委主席，也就是习近平，造成负责任制度的一个破坏就是刚刚像这个赖老师所讲的，会不会就是架空了主席？有个公文到这边来，我就批了，甚至尤其在人事上面更是会如此的作为。那培养他自己体系的人马，利用这机会他培养出来。
那当然，对习近平来讲，是可忍，孰不可忍。那当然，逮到你的一个机会，甚至于是不是有可能传说中是这个泄露了核武器的这个机密给美国或者是说这个贪腐等等啊，总是你张又侠可能有一些把柄又落到了习近平手上。可是我觉得现在外面传说中会不会有兵变啊、政变啊，这些都不太可能的，因为已经过了1个礼拜了。如果要出事，早就出事了，不会说1个礼拜以后才出事。我觉得现在反而习近平他可能可以在军权方面可以独揽大权，对他来讲他可以在这方面这个可以好好的对军事方面做一个整顿，然后做一个整肃。当然有一些原来是这个张又侠的人马，可能一看我老板都倒了嘛，那我就干脆辞职，我就不干了或者是说他自己本来也有一些把柄在军中，他利用这个机会赶快辞职，赶快走掉。其实我们台湾也有这种现象了，有一些人可能这个有些把柄或者有一些贪污的证据快出来以后，赶快辞职走人那当然有些人认为说，我往上面发展，我老板倒了，我往上面这个再往上发展的机会无望所以他也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就辞职走人。这很单纯，只是人性上面对自己的职务的安排一种的观念，但是我想说牵涉不到这个更深层的所谓政变这些阴谋，大概不可能。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到的是张又侠这一次的落马真相，我们就在节目上会来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连红二代也没有免死金牌了，赶快来看到是解放军内部的一个最新的震撼弹，就是这2位了，包括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跟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立2个人，因为在这边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遭到立案审查做调查。那么我们看到解放军报是怎么样做形容了？他特别形容到了他们严重的违法，包括了5个严重像是违纪违法、破坏政治纪律，还有损害军队形象、备战打仗等等，所以遭到调查。更关键的是，其实有2句话，他说呢，在党纪国法面前，身份是没有豁免权的，就算你过去有功劳，也不是抵罪券那么这次落马的张又侠，大家会很惊讶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身份、他的背景非常的不凡。他除了是红二代，是开国上将张宗逊之子之外，张又侠更被视为是根正苗红他的这个红二代背景，而且呢，他还是第20届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地位之高。外界流传2个人落马的原因，除了说现在传出来的种种原因之外，其实外媒也做了非常多的报道，特别提到说有涉及到像是间谍案，给美国一些情报，或者是兵变。但是呢，张又侠我们刚刚讲了嘛，他的地位之高，还有解放军2把手的称号，真的有可能这样子做吗？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其实这个中国大陆官方对于张又侠这次的这个落马他提了5点，大家都是严重的当然，解放军报讲的是比较简单的。那事实上，军方的发言人讲的是比较详细的，一共5点。那这里面没有很明确讲到是贪腐，没有提到贪腐这2个字。可是呢，是严重违纪违法。这里面呢，就是说，我觉得5个严重里面，第2个严重听起来真的是蛮严重的。为什么呢？他说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军委主席负责制，也就是说中央军委有主席负责。那张又侠是副主席。所以你对于主席的这个你的这个服从性，或者说你在政见上有没有特别的坚持让怎么讲呢？让主席很难做裁决。那这个第2点讲完，也讲第3点他说严重助长党内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危害党的执政根基及政治及腐败问题。这边提到了腐败问题。那这里面就变成了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建军思想从一开始就是什么？党指挥枪，枪不能指挥党，也就是政治指导军事，军队军事是要达成政治目标的。那所以军队要对政治绝对服从，不能够因为你从所谓的全军事观点那么你去把政治观点把它怎么放到一边。这个我记得
大陆有一些文章就是说反对纯军事观点，反对纯什么观点，基本上就是说你不能拿军事的理由把政治的目标摆在一边，或者政治指导摆在一边。所以我看了这几个其实是蛮严重的。是，那这个也就是变成就是一般到了这个位置来的这个尤其解放军从真正解放军基层做起来的这些将领来讲这些是蛮严重的。因为你到了最上层的，你已经不是带兵打仗了，你是要服从党最高的政治方针，要不然你不军队都成山头了，对不对？都照军队的想法来做事的话，那军队有的时候是我们从中国的历史上，古今中外历史上，那个对于整个国家的这个运作会变成不是一个正面的。所以我觉得这5点讲起来的话，真正也显示出来，那么目前可能有一段时间在大陆的这个中央军委的高层有一些现象存在，那这些现象就造成了那张又侠跟刘振利是中央军委的委员嘛，中央军委委员那的落马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以目前我觉得大陆的政治风气就是很清楚，政治文化很清楚。第一个就是说贪腐你不能碰，贪腐没有上限打贪没有上限，不是只打苍蝇、老虎狮子甚至赤红赤凤照样一律都打，没有位阶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基本原则，尤其在军委会来讲的话，就是党指挥枪，政治是高于军事，军事思想要附着于政治思想之下的。那么这个大陆的讲法就是军队解放军是党达成政治任务的这个忠诚的骨干。那这个是一个原则，如果这个原则出现问题的话，真的是没有上限的不会说当然不是说无限上纲，可是呢，不管职位再高，不管职位再重要，还是在这2个大原则之下、大的纪律之下，那是没有办法过关的。是，好，所以我们也要看到说，那2位高官现在落马，对于说这个军委人数现在骤减，会不会接下来冲击到枪杆子政权？等一下请上志哥带我们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其实从2022年的第20届中央军委成立以来，本来应该是有7个人的领导班子，实际上呢，现在其实只剩下2个人了，包括了习近平跟张升明2个人。那画面上 CG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整理出的一系列从2025年6月开始，各个委员进行的，不管是党的开除、军籍或者是立案调查，当中包括了李尚福、苗华、何卫东、刘振立到张又侠等等的人。那外界有解读说，现在军委人数变少了，有2个解读，一个解读是说，代表说习近平未来的权力也高度集中了；另外一个解读是权力不稳。那上次哥又怎么看？现在所有在外面传说对于习近平在军事方面的权力不稳的，大家基本上都是像法轮功一些外围的宣传组织。只要对中国大陆有一些真正了解的人都知道，现在习近平的权力稳如泰山到难以想象。那为什么这样讲？其实特别是这一次连张又侠都能够拿掉或落马，那就显示说，因为张又侠之所以升任，主要就是他跟习近平他们2个人的爸爸当时就一起在打仗的。所以过去在军中的2个人的爸爸都已经世交之好，那么习近平跟张又侠基本上都是可以说小时候在一个大院里头一起成长的，彼此知之甚深所以在这个过程里，最后还是把你自己这个发小拿掉，这必然有一些绝对性的原因。那么除了刚刚其实大使所提到，我认为这里头个人认为最大关键是第一个当然贪腐啦，没有话说。第二个当然其实就是在他们自己的5大的问责，就是说张又侠的这里头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他干扰了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军事上的意志。其实我们不得不说，在过去在胡锦涛时代，当时后来在2012年当时就开始开除掉
就把这些贪腐的又乱搞的这些军委副主席，我想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郭伯雄跟许彩厚，他们那时候架空胡锦涛的严重性，这众所皆知，事后也被验证了。所以这个军权权力再大的时候，这些副手们不要说是他们自己无视于国家领导人，而且他们自己本身一个上将，各位算一算他底下有多少中将、少将，一整串怎么讲大粽子或大葡萄一整趴都是他们同甘的人。现在你端掉一个上将，大概就我私下了解，大概上下超过100人到200人，这些所谓台湾说的中校、上校以上手上有实权人士，全部都要拿掉的，因为这个贪腐是一个连带性的东西。所以这就可以知道，不是习近平大权在握，而是习近平下了多大的决心。这样子的魄力到整个军委，过去军委5人7人，乃至到现在只剩他跟张生明，而且张生明是去年才刚上来的，而且众所知道张生明没有打过仗，张生明自始至终不能说是文官，但他自始至终都理解是他就是帮习近平在军中清除贪腐的最关键的人。那么升上来之后，才不到半年期间，张若霞就被弄掉了。而且其实我们都知道，这2天在美国的媒体里头，华盛顿邮报就指出，甚至更严重的披露一个秘辛啦。但是现在这个都还没有被验证，就是到底张若霞有没有泄露中国大陆核武器的最关键的数据跟机密？但美国方面现在这样说，各方面都是保持了怀疑，还在看这几天后面有没有影响。如果这真的是最关键的原因，怎么可能不把张若霞拿掉呢？所以现在我觉得最主要的部分，第一个没有错，习近平当然是大权集中，而这个集中主要在于不只是说他不容忍在道德上不能有贪腐，而且你知道贪腐就有裂缝，你贪腐可能就会被美国收买。这样子的严肃性不可能在军委最核心决策者里头能够出现的。贪腐不是道德问题，是情报跟国与国之间最关键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我认为在这次93大阅兵也可以知道，习近平越来越愿意让在基层战区的那些少将、中将直接来执行最高的任务。无论打台湾，无论中美对抗，一旦发生重大战争的时候，不一定要上传统，一定要有个上将指挥一大堆中将，指挥一大堆上不用。如果那些是真正有战力的，直接少将、中将拉拔起来，这件又肯干、又研发、又不贪腐的话，何乐而不为呢？我认为是这次整个大清扫，要把从过去战区改变，到现在从人事操守，到真正习近平在寻求真正的军事专业、军事人格、效忠忠诚的这样的基本条件，才能够在他身边。好，习近平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内部自己做军系的一个大清扫，那现在大权在握，那接下来大家也在关心说，接下来对于台海的局势跟这个决策到底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其实有2个说法，第一个是说高层的震动对于台海来说是会降温的，第二个说法是说对于台海来说反而是情势会因此升温。我们先来看降温的说法，代表说解放军的指挥链现在要做怎样全部的一个全盘重整，那对台的军事行动可能就会暂时先放一边，先不要管。第二个事情是说，对台海情势可能会升温，就是因为习近平已经为未来重大行动做了一个比较彻底的清场。那军权现在比较干净了，他反而会在台海上面可以更集中压力。哪一个说法比较有可能？第一个问题请教干哥，那第二个问题也请教干哥，是说有人说呢，张幼霞事件会这个削弱解放军战力，但是以台湾的国军为例，其实也有分成5级的代理人制，所以对于解放军来说，到底会不会伤筋动骨，这是第二个问题，请教干哥。好，你看看哈，现在中央军委只剩下张生明跟习近平2位了嘛，军事委员。那你就认为说这个机器就转不动了吗？你错了，完全转得动，根本不用担心这种问题。从那个李尚福就前国防部长啊，还有军委苗华、何卫东等等，陆续中箭下马，我们那时候就一直在看接下来是谁。为什么？这些人都是非常重要的职务，那就是宣布苟合、打仗、外交，这些人都是最重要的成员，一一下马。接下来我们就知道说，今天张幼霞可能会沦落到这一天。果然验证了，就代表什么？习近平主席他有一个步骤在做，只是什么时候出手而已。《华尔街日报》这次所披露的，我觉得虽然他说我有凭有据哦。这是以前中核集团总经理顾军他讲的，张幼霞涉嫌向美国可能是五角大厦啊，去提供最重要的核武设施的核心计划，
我觉得讲的跟头头是道，跟真的一样。但是以张幼霞的身份跟地位，他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吗？那叫做叛国，我觉得完全不可能。偏偏《华尔街日报》竟然采用了这个消息来源叫顾军的，我相信现在很多记者都要去找顾军这个人，希望问问他到底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不管怎么样，还有更扯的，更扯的说什么？其实啊，刘振立在被捕之前啊，他已经调动了82集团军。大家知道82集团军是什么吗？它的前身就是38集团军，打过韩战的，是真的有实战经验的，调动了82集团军。难怪北京市民现在可以在街上看到很多军用卡车跟装甲车在路上运动了。所以说，哇，是不是中南海出了什么事情？我告诉各位，什么事情都没有出，好不好？那是正常的调动而已。如果今天那个刘振立他今天真的调动了82集团军的话，那恐怕99A 式主力战车就跑出来了。那绝对不是你可以想象中，北京现在还是一样马照跑，舞照跳。所以像这样子的传言，就像刚刚那个上次说的，这个大部分都是我们法轮功的报纸啊，他们就是专门在散布一些这样的东西，这些东西都经不起任何的验证。回到问题的主题，就是说这样子对台湾啊，就是2027年的台湾。是不是会比较迟缓呢？我觉得你千万不要这样看，尤其我们自己台湾同胞就不能这样看。是，今天就算是张幼霞中介落马，然后刘振立他也落马，两对夫妇都已经被带走。可是对于整个中央军委，对于整个中共的军事体系，一点威胁跟影响都没有。我不认为他的态势会变得松弛，而你要说他会变得更紧张吗？也许是因为有人说张幼霞属于鸽派，习近平属于鹰派，这些都是揣测。不要用这种单一的揣测去二分化这样子。我告诉各位，台湾的局势完全要看台湾自己本身要能够干什么，要能够跟中国愿意我们兄弟之邦要坐下来谈，这才是重点。不要去猜测说会变得更好或会变得更坏，这些无谓的猜测，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好，谢谢干哥。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心到张幼霞落马之后有非常多的后续，而且谣言满天在传。现在说呢，全军已经晋升72小时了，怎么回事？先来看到，包括了张幼霞，还有这位是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立，传出遭到立案做调查之后，现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消息满天飞，很多都是没有证实的消息，但是传言已经越来越多了。我们来看到几个关键的传言。有一个说法是说呢，张幼霞这件事情的调查已经官宣了超过了72小时，但是为什么呢？现在在全中国之内，没有任何一个战区或者是兵种有公开对他来发声支持，表示说大家对于这件事件，难道还是持续的在做观望跟在摇摆当中吗？也有留言是这样说的，说现在呢，在第82集团军调动精锐特战部队之下，在北京的周边已经发动了闪电营救，成功的将张幼霞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点去了。各种的小道消息，甚至有说呢，这个拥护张幼霞的部队现在正在集结起来，并且准备做反击。兵变的剧本到底有可能发生吗？依照过去解放军的经验，还有他们的制度来看，后续张幼霞跟这个刘振立的调查跟惩处可能会怎么展开？舰长怎么看？首先，我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因为你们应该了解习近平的个性是什么样子。习近平啊，你了解他之后，你就会发现他是大概人类历史上打贪打得最严重、最认真的一个人。他不是今天才打贪哦，你去查他当初在1988年的时候，38年前，他才刚出任官员没多久，还在年轻人，他在宁德市的市委书记，因为打贪受贿，他抓了他们市委的官员大概400多个人。那我查过，当时宁德大概有多大？大概跟台北市的人口差不多，200多万。你就知道，如果说我举个例，像现在这个蒋万安当市长，在台北市政府这些单位抓了400多个贪污的、受贿的，你认为他是不是一个强烈的在反抓这些东西？那市委书记是这个市的那个头，那他当副市长啊什么都不是他是头，他当到这个总书记的时候，他又变成头了。他从上任到今天呢，到了2025年去年的6月30号，
打贪总共到目前为止查得到的，他总共抓了662.8万人。这个数字哦，你真的去查就知道，除以他们共产党的人数，他抓了6.6%的共产党员。一个国家在崛起的阶段哦，能力很重要。这时候谁哪个官员，我能够怎么样带动这个经济，这个很重要。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到达富强了，你们还是这样子的话，会亡党亡国。所以他依在他的信念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我们共产党这些坏习惯给它根除掉。但是所有的因为你们没有待过军中，我知道军中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单位，连美国的将领都说军人是专制的，意思就我们不能讲民主，讲民主你就不要打仗了。是，所以他既然非常的专制，他就会变成底下是非常忠心。好比说我说，哎，华干很好，我升你当少将，你就少将。这个在别的单位都很难看到的。所以在军中就大家都变成非常的忠心，那个忠的程度就是军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忠，你要忠于我，即使我在做坏事，你要忠于我。结果到后来就变，我觉得军中第二个大问题就是一个上将、中将他权力太大，他的薪水太少，就是我轻轻松松我可以决定这个几百亿的案子给谁，但是我的一个月月薪可能只有，好比说以台币来讲是14万、15万。相对来讲非常的少。我在海军总部的时候，我管过一个100多亿的案子，是我在写预算，我才少校那时候而已。就军中就是这样子，所以他的诱惑会很大。那你一旦诱惑了一个3个人诱惑，你知道不是他都系统性的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一路下去，所以一抓就是一串，一抓就是一串。这次习近平就是决心要抓，所以抓了这么多的人。那有没有可能因为抓了很多人，他们想要说推翻习近平呢？或许会有这种念头，并非不可能。现在我们都被抓了，私底下一讲话都在抱怨，那我们是不是能怎么样？但是根本不可能，因为中国共产党，我以前一直认为说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你要把它分开来看。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我有一次跟好几个这些专家讲，中国就是共产党。你把党国分开，那是你不了解他们的制度。是，他就是党指挥军。对。你根本不可能掉过头去指挥党，而且党它这最大的就是7个叫做中央常务委员，这7个人里面有习近平的4个人，他大权牢牢在握，想推翻他，我这样除非他脑袋不清楚，你说什么又来了一个谁把他救走，我真的不信。好，一方面有一个说法说张又侠是涉贪，所以现在落马，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有其他的传闻，我们继续要请干哥来带我们看，是说他的落马原因是不是因为他功高震主，威胁到了领导者？等一下一起来做关注。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的首席记者，这一位叫做魏梅林，他也做了许多篇的独家报道，他也解析为什么他落马。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他说呢，向美国泄露了有关于中国大陆的核武计划，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也有中共内部调查说，这是第二个原因，说因为他提拔了中国大陆前国防部长李尚福，换取这些巨额的贿赂，这是第二个原因。但是《华尔街日报》又有另外一个分析，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说呢，对照有一个说法是因为他已经让这个习近平感受到威胁，因为他功高震主，而他特别《华尔街日报》也举例，当年这个直接对照张又侠的倒台是对照50多年前的毛泽东跟林彪的这个决裂，两起事件都是最高领导人把他们的2把手给扣下扳机，是不是这样子？干哥怎么看？我非常同意舰长的看法，就是说，其实在中国的军委会里面，你很难说我们今天这个我们人人自危了，大家要不要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干嘛？推翻对我们有威胁的人，那就是最高领导。我觉得这可能性非常的小。为什么？因为中国就是中共的这个体制，它是一贯的，它永远是一贯的。今天如果说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那你说真的产生了一些调动上或是一些讯息上的动乱的话，我告诉你，就算中国的讯息是再怎么封闭，它总比伊朗要开放吧？伊朗是死了多少人你都不知道，中国是你哪里死了人一定会被知道。为什么？因为消息会传出去，所以是像这样子的调动，我觉得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到现在为止已经72小时了，对不对？那张又侠他的以前的老伙伴们，照理讲的话，他有在任何的兵种或任何的军区，他一定都有他的
老部下或是老长官等等。那为什么大家都还在观望呢？就代表说什么？代表说其实习近平对于这个掌控力还是非常好的。其实从李尚福啊、何卫东啊等等这些苗华等等这些人中箭落马之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看出端倪，说到最后会不会整肃到张又侠的身上？因为张又侠这个人，他真的说一句实在话，这让连中情局都很讶异。为什么？因为张又侠的爸跟习近平的爸，两个人的老爸都是好朋友，那是绝对的红，那是绝对的。我跟你讲，根正苗红，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对。而且老实讲，张又侠他是真正的实战经验是什么？韩战太早了，不可能，那时候他还小。他是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我们是这样讲，对于中国来讲，那叫惩越战争，惩罚越南人民共和国啊，惩越战争。他在前线，他指挥炮兵。那时候中国的炮兵还算是这样讲好了，152mm 炮还算蛮原始的。他指挥得当啊，所以我今天老实讲一句，他是真正具有对外作战经验的将领。那你说，其实这个战争不标准，对，没有错。但是他知道什么叫做打仗。对，像这样的人，对于习近平而言，如果你今天要武力犯台的话，你会提供很多很好的意见。就像他们两个人从小到大都是就穿同一条裤子长大，怎么会连他都拔起来了？所以外面就有一种讲法，记得毛泽东怎么对付林彪吗？林彪后来在内蒙古上空飞机失事坠毁，非常多的传说。为什么他飞到内蒙古他就掉下去了呢？对不对？他为什么不是任何各种其他的形式呢？所以大家就一直很怀疑，就是是不是毛泽东下令的？其实老实讲，就是历史的这个公案还待后世去查。但问题是他也另外举例到一个什么？比如说毛泽东跟林彪就很像蒋中正跟孙立人而已，只是孙立人将军没有被处决。但是以孙立人当时跟美国之间的来往以旧时代的眼光来看，这已经是背叛我了。我是谁？我是最高领导人，我是蒋中正，我是蒋介石。你背叛我，那个下场都不用再讲了。那现在我们现在看到说张又侠他被立案调查，但是他没有被免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点？他被立案调查，但他没有像一般来讲，我们对于高官都是双规嘛，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你要做出一定的交代，那个叫双规。没有，他现在只是立案调查他那所以那个你会觉得说刘振立也是啊，就是说这两个人是被调查，而没有真正的那个怎么讲，就是说拔掉他的官。所以我认为其实报道说他功高震主，我相信也是。还有一个更离谱的说法说，我是不是在这个房间里面挟持你，就叫做叛变，就是说张又侠对习近平这样讲，我觉得那个叫什么？那要言情小说看太多你自己编故事编出来的，不，那谁能够接近他们两个人讲话？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个叫小说嘛。我认为张又侠可能在某些地方来讲，他的行事作风以及他的态度，他会比较坚持比较坚持。那跟习近平之间的这个互动可能不若下级对上级那样，因此而导致了这次被调查。我觉得习近平就算是他今天拔掉了已经超过100位将领了，但是你以为共军就失了他的指挥灵魂跟中枢吗？我觉得不会的，因为年轻的有多少在培养呢？你知道吗？你可能不知道。我不认为共军会处于真空期，这是最重要的。好，那确实卢刚哥帮我们看到了这一起案件，到现在还是立案调查，张又侠还没有被免职不过呢，有一位前官员他认为他希望说张又侠不要有事情啦。这一位是前美国国防部的负责中国台湾的一位事务科长，他叫做唐安族。原因是什么？他是这样讲的，如干哥刚刚帮我们提到，他提到说呢，张又侠他过去曾经参与过1979年的中越战争的共军将领，所以他知道解放军的强项跟弱点在哪里，这是第一个他做的分析。第二个他的分析还有就是他认为张又侠是现役的解放军将领当中唯一能够针
对解放军的实力跟弱点，向习近平提供最客观建议的人。他认为，如果中央军委里面没有张又侠，那么可能会造成误判风险。尤其现在地缘政治的紧张之下，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有关于未来美中之间的冲突会不会因此升高，对于解放军后续的影响，聂老师又怎么解读？对你刚刚思敏提到这个唐安竹，请问唐安竹身份到底是什么？前美国国防部负责台湾、中国还有各事务的一个这个美国官员，请问他讲的意义，他不希望有什么意义？他的不希望跟大陆的不希望或者希望是两回事。我必须说明，他讲到的优秀、最优秀、最客观，能够看清弱点，这些都不重要了。最重要是你有没有办法忠心护主，这个才是重点嘛。忠心忠诚对这个最主要的核心才是重点嘛。这个都不需要谈。但我必须说，我们的这个大陆真的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政治实体。我们知道从这个民初以来啊，叫军党政，以前军阀执政，西方也是一样，麦克阿瑟啊，这个或者这个艾森豪都是哇，大家对这个呼声最高的，总统都不算什么，那个军党政。可是过一阵子，有的国家变党政军。党军政、党政军都有，但党军那现在军已经没有什么，现在一定是党政军，或者政党军了。那台湾当然一路走来就是这个军党政，这个党军大家合起来叫政在最差，但现在变成军党政之后，到现在是政党军，完全变成了政治为首。可是我们的对岸还是以党为主，所以党只有一个党维稳，他必须要维稳他的时候，他必须要让他所有在旁边要有很忠心的一种这个维护核心这个团队的一种力量。我先讲一下，各位不知道前一阵子有没有去注意到？假设你也注意这种新闻，早就太多的讯息在讲张又侠要叛变，有看过吧？多少张又侠叛变的新闻？请问这个讯息有没有风有没有浪？绝对会有一些。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他就算没有那么反对习近平，他也很想做他想要做的位置，或者他觉得习近平你没有什么，我以前多厉害，30岁我就在越战，对不对？就维稳了这个越战的整个军事，我那么有经验，就像唐安竹讲的。可重点来了，你越是自以为大，越是这样，你就威胁到我的一种这个核心的力量。你想想看，朱元璋是不是也是这样？刚刚讲了一个很有道理的我当时也是，刚开始我也是讲这一块，蒋介石和孙立人的事件，各位去想一想，绝对有点类似。我就住在孙立人旁边，我就在古亭站附近，我的车子常就停在那一带，我常到这个叫陆军总部嘛，常去那边上个花或吃个饭。我要讲一下孙立人的故事，我还蛮清楚，因为这个人我欣赏，在美国这个对不对？这个军事学校受训过，他是有一个美国底气的，是美国人最欣赏的，最喜欢可以沟通。那当然，虽然蒋介石是军头，可是你知道孙立人可能最能够符合美国的底气，以及还有一个文的，你知道吗？那个文都快跑掉了，我不要讲谁，就孙立人的确有威吓到蒋介石当时的一个核心力量，但重点是孙立人是一个忠心的人，他比较不会出事。他甚至都直接就表白了，说的确有这种事，所以他会被兵动到台中，这是有原因的。他骂过蒋介石吗？没有，他也知道真正真正在台湾的主就是蒋介石，来这边我们要尊重他。可是美国一直希望我取代，他就很两难。但我现在要讲的是，到底他有没有做这？您刚谈到3个原因，第一个我觉得不太可能泄露中国核武。你这个怎么可能呢？你这个将领要泄露中国核武，你这个已经太这个议题有点太过之，这可以杀头了。第二个，我觉得就有可能他因为为了钱，大家为利益嘛，李尚福这个位阶这么高，当我这是我猜的啦不一定是。你来我就巨额贿赂，有没有可能？我觉得以人性是有可能的。一个军人，刚刚谁讲的薪水也很低，有没有？他有想要拿了一点或贿赂。而且他讲巨额贿赂，表示一定有贿赂。第3个，我觉得就最主要的功高震主，所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那现在讲到一个，但你要知道，中共维稳它的核心力量，它是一个惯性必然的程序。那刚讲到这个毛泽东、林彪，那是那个年代啦，你可以置对方于死，就像朱元璋以他的所有大将，只要不服从，全部杀了，这是过去。但是呢，这个你不管要虚有或莫须有罪名，最少要有罪名。即便是莫须有，你要有一个，现在大家都知道认知战一堆嘛，要认知解读认为是合理，你就要师出有名。现在重点是你会被这样子，包括不止他3大，第1大军委，对不对？第2副主席，第3个还有一个联合参谋的什么参谋长刘振立。2、3都拿掉，请问一下什么原因？我觉得就是可能忠心不够，但是必须要师出有名。那假设你将来之前有贿赂，就有贿赂，这就是一个名了。假设就算没有制造一个讯息，也有可能的。大家都知道情报局可以做假讯息，那 CIA 可以，我讲对岸国安会也有可能。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还是最后还是一个忠心的问题了。好，谢谢老师。